马总，你怎么了？干嘛？那个，你要是不舒服或者头疼的话，反正我这个人也不是很会安慰人。但是说，你如果说需要一个拥抱的话，那我可以。谢谢，不需要。马总，你想哭你就哭吧，没事的。这谁还没个脆弱的时候？何况是个女人呢？你说，当着这么多人面被人推，确实挺难看的。让你失望了，我既不难堪，也不想哭。那你是在干嘛？思考人生？我只是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你说的对，我认为的开心不一定是别人认为的开心。其实我今天承认这只是一场戏，是我避重就轻。我不想让萧家父母觉得白岩是个骗子，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对他们最好的。可是我想错了，萧子琪才是最了解他父母的。的确，如果他父母都认为白岩是骗子的话，那么就会否定他们的感情，也会否定他们的过去。他们一定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萧子琪编造出来骗他们的。你是说白岩和萧子琪有过去？我算明白了，难怪你会答应他这么奇葩的要求，其实是萧子琪有求于你，对吧？面对那样一个对感情奋不顾身、不顾自己一切的女人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她。但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，现在弄得两边都不是人，酒店的婚宴也取消了，什么都被我弄得一团糟。其实你也没必要这么悲观。萧子琪他就是一时生气，他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呢。至于萧先生和萧太太，虽然是我们的重要客户，但是我认为天下父母心还都是一样的，只要萧子琪没事儿，他父母就没事儿。怎么样？我这么说，你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你呀，只需要负责哄好萧子琪，让他知道你的观点。当然了，不用太感谢我。放心吧，我并没有好一点，所以不会谢谢你。哎，你就告诉我怎么能让心情变好？你告诉我，奉陪。来，站这儿。啊？站这儿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？你差点牺牲了整个酒店，成全了这段爱情。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成就感，我只是不希望一段爱情会以遗憾告终。你有过遗憾吗？有过，而且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这么严重？要是不想说，就别说了。我曾经很爱过一个人，很爱很爱的那种。可是有一天，他突然消失了，我甚至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，也再没有办法跟他说我心里的感受。所以我不希望萧子琪会跟我遇到同样的事情。遗憾虽然是终身的，可人生还是自己的。只有忘记过去，才可以重新开始。
我这个人不太会说安慰人的话，这句话也是从电视里学的。要是说的不对，你别介意啊。谢谢你的安慰，这些道理我都明白。可是有时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何况有些感情，可能真的很难忘记吧。走吧。马总，非常感谢，帮我女儿留下了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是萧先生跟萧太太爱女儿胜过一切，是你们二位给了萧小姐一个最好的安排。子琪要有你一半懂事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听子琪说，JR目前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我和润金支行的行长是老相识，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。喂，哎，喂，马总，咱们酒店是又来大明星了吗怎么了吗？ ？5个助理，行，你帮我查一下是谁。为什么又是我去啊？因为我是你老板。行，你最大。爸，我又来看您了，跟您说个好消息啊，那个萧先生已经答应把支行行长介绍给我认识了，我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的。这几天，萧小姐的事情也解决了。说真的，我真的特别羡慕他们。虽然她总是跟她的父母有很多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也总是争吵。但是看得出来，他的父母真的很爱很爱他，不管最后他做了什么样的决定，还是很支持他，也一直陪在他的身边。我真的好羡慕他，不管他多任性，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也不管他的父母怎么抱怨，毕竟他们3个一直都在一起。可是我都想不起来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的日子了。以前我一直都希望能有一个人像爸爸一样陪在我身边，照顾我，爱护我。不过好像真的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，可是真的很不公平啊！他突然就不见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爸爸，我现在只有您了，您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我等着您啊！找我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这副鬼样子？没事，关门了。哎，等等！啊？你手怎么了？你这是要造反吗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哎，你找我干嘛？本来有事儿，现在没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你不是说让我调查那个人的来头吗？查到了。并没有。没有，你来干什么？杨丽说再给他点时间，必须要1整天才行。
最多在1个晚上，不能再多了。坐下。你怎么还随身携带这些东西啊？当然了，作为我们这种经常受伤的人来说，受伤啊就和吃饭一样。我从小是和养父一起长大的，养父身体不好，所以我就一直照顾他。你的手怎么划破了？刚刚不小心划的。你怎么随时带这个？我妈妈说了，我是随时随地都会受伤的人，必须带在身上。你说也真是奇了怪了，我5岁之前的一点记忆都没有。你说是不是让脑子给烧坏了？现在看来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怎么了？心情好了？啊？我那是故意给你留一个口子，让你讽刺我，没想到你还真钻进来。哎，我这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，真是感动天感动地呀！你呀，要是真有这么好的精神的话，倒不如赶紧去查我需要的东西了。我说你们女人还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！才知道。哼，拿人手短，走了。快点来了来了，怎么才来啊你？有事儿吗？这事儿打听怎么样了？能让我杨丽包打听的就你了，哥。行，你最厉害，说事儿。行什么行啊？你看你这态度，别废话啊，说事儿。我就不说，真是穷人丈夫，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确实太过分了。孙健，你没受伤吧？夏哥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淋了点水。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，不就是个小丫头片子吗？我不信我治不了她是吧？是。哎，是什么事？你别告诉我你要对一个小女生动手。她都耀武扬威到这个地步了，是男人就不应该再忍下去。但人家是个小女生啊，你弟妹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不应该该出手时就出手吗？干就完了。是。这个你想什么呢？是不是我认识的夏雨晴呢？哦，你是不是怕那个马可爱？谁怕他呀？你疯了吗你？哼，去就去，看我一出手，还有他什么事？夏雨晴呢？不知道，马总。马总早上好，夏雨晴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不让我跟你说。不让说就是知道了。马总，其实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他们不让我跟着，不过我要跟你说了，千万别说是我说的。快说。他们可能在于甜甜那层楼上。于甜甜？对，就是这2天来了之后，把整个酒店每个部门都折腾了一遍的那个女客人。他们去找于甜甜干什么？其实不瞒你说，昨天于甜甜她刁难我，让我全身湿透了还在干活，一个房间打扫了4个小时。杨丽她气不过，就找夏哥帮忙说要教训。什么？不是马总，这件事情你也别生气。于甜甜她就是我们之前酒店的一个前台，她这次回来一定不安好心。她以前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现在是我们这家最尊贵的客人。如果这件事情他们被投诉了，他们俩可以直接离开酒店。马总，还有，如果这一次夏雨晴跟杨丽给酒店惹出什么麻烦，你也有连带责任。
马总，对不起啊，我。你没事吧？马总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两个人不知道酒送错了吗？没有错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礼宾部特意为于小姐准备的豪华 VIP。对，没错，我们确实为于小姐准备了豪华 VIP， 不过不是这瓶酒，是豪华 VIP 美容 SPA。没关系啊，就当是送我的好了。GR 新任继承人想必对红酒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品味，所以我想请马总替我品鉴品鉴，如何？怎么？看马总在犹豫什么呢？是不是这酒根本不是送错了，而是被谁下了毒？这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看马总的表情，想必味道也不怎么样。帮我退了吧，3天后换瓶更贵的。哎呀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不过这酒是送的吧？当然。还好是送的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房间有没有人？没有，马总。让开。马总，马总，哎！你来真的？你别吓我啊！就那几口红酒不至于。就是。你们确定没加料？美男计。你说这美男计固然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几个意思啊？你在怀疑我的颜值吗？那不信你去。我的实力，我倒是相信，但是这次你可能得帮我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嫌弃我吗？你没有衬托，哪能凸显我的实力啊？嘿！马总，还笑你们？就这样啊，就这样。还笑？你们知不知道，刚刚差点因为你们的鲁莽闯了大祸。老板大人，我们不已经是悬崖勒马、迷途知返，老子回头了吗？
幸好是这样，要不然的话，把你们两个变成红酒，都补偿不了我们酒店的损失。是是是，可不是嘛。庆幸啊，我老大临时改变主意啊，改用美男计，不然的话，真的不仅仅是咱酒店的损失了。美男计，他应该算是权宜之计吧。当然了，权宜之计你也不懂，回头我给你科普科普啊。用不着。你们两个不管是什么计，都给我用在正确的地方，少在于天天那里惹麻烦。你们知不知道，肖先生刚刚才让我们有了见银行行长的机会，我每天为了准备材料已经要忙死了，所以我不希望酒店在这期间再给我出现任何问题，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还有，给我查一下那个刘斌。公关部刘总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你老板啊。让他先走。刘斌每天固定要喝2杯黑咖啡，分别是早上9点和下午2点。每天必须要喝1500毫升的水，一周去2次健身房，去3次朋友聚会，可以说是生活十分有规律，无任何不良嗜好。直接给我结论。结论就是一位堪称完美好好先生。像。怎么不像啊？对了，他还持有酒店股份，是你父亲讲明的。好像是因为他每次都能很好的化解酒店危机。你父亲称他是勤奋且称职的公关部领导。可能人不可貌相吧。这样吧，你再去帮我查一下，刘斌和于甜甜之间是不是曾经有过过节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我老板。孺子可教。冰雪聪明。请进。刘总，马总，我家里出点事儿，我想请假5天。很急吗？有点着急。刘总，你也知道酒店现在的状况，您是公关部的，责任重大。当然，我也知道家里的事情也同样重要，所以呢，我希望您能够把手头上所有的工作交接好以后再离开。我相信，只要您交接得快的话，是可以很快请假的。好，那我就尽快交接给我的助理。不用了，直接交接给夏雨行就行了。这样便于我随时能够知道酒店需要面临什么样的公关。毕竟您的助理不像您一样有经验，我不放心。啊，对了，酒店的合作商周宇好像马上就要入住我们酒店了，他的太太已经先行入住。不过他好像对我们酒店有什么成见。你也知道，我们酒店现在是困境期，坚决不能再和任何合作商之间出现问题。您说的对，可是夏雨行呢？您放心，您不在的期间，我会全程把关的。好吧。看到了吧？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？好像有点知道了，可是还是不知道。于甜甜预定的房间还有5天到期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你每次都能未卜先知啊？比如白眼女儿的血型，比如你说的，我冰雪聪明啊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行，就这么着。刘总，最近过得好吗？于小姐，我们好像
不太熟吧？您似乎应该称呼我为周太太。周太太，您这是去几层啊？刘总，你怎么了？你都出汗了，很紧张啊？我紧张什么呀？是呀，您紧张什么呢？不急，还没轮到你。刘总，您不也下楼吗？雨贤啊，我呢是奉旨来给您交接工作的。好，来，这份，这是几份资料，好，还有这个，好，还有这份，好，还有这份，好，谢谢刘总。哎，没事。我能向您打听件事吗？啊，你说，就是您认识咱们酒店新来那个于甜甜吗？于甜甜啊，我不认识啊，怎么了？不会吧？听说她很多年前就是咱们酒店的前台，您不认识？那个于甜甜，于甜甜是吧？我不认识啊。酒店咱们那么多人是吧？我估计人事部都认不全，更何况公关部呢？我不认识。也是，不过没事儿。我就是觉得这个人特别难缠，想跟你打听一下他的底细。好，这样，雨翔，你就坐我这儿看吧。啊，来，坐，去，别客气了。雨翔，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啊，你可以直接问小赵啊。谢谢刘总。哦。夏雨晴，你这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事业呢？竟然这么心善！哎，原来于甜甜曾经协助过刘冰解决过一次公关危机，对方是……好像知道什么了。刘大总监，你千防万防也防不住小爷我是个数字天才，加过目不忘啊！白凯，这什么呀？那么多年前一个女员工自杀的资料还成绝密了，至于吗？没劲。不对啊，同样是危机公关资料，为什么这份就成了绝密文件？完了，我又给忘了，都怪这大凯，每天给我安排那么多事情。得了，那是器重你，别往心爱了。这个我下。你等着我啊！
谁？啊，你过来一下。哦，于小姐，把这个拿走放一下。好。这里啊，都是我们这次旅行拍的照片，反正也是闲聊，就放给大家看看吧。好啊。夏哥，于小姐酒我还没找到。你现在马上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，算我的。这个，快去啊！现在是我们酒店非常时期，不能得罪那位神。快去！哎，好。哎呀，甜甜，这个女孩长得好像你啊！哎，不是，真的像啊！是的呀，像的，是她。住口！你果然不安好心。长得好像啊！你看呀，一模一样。我也觉得就是啊。刘总，看来您的假期只能无限期推迟再休了。于甜甜投诉，并且她的先生周宇今天中午就会到酒店。这次的危机公关非常的重要，如果供应商出现了问题，那么我们争取银行贷款的前期准备就全都白费了。马总，这我家里真的出了很着急的事儿啊。酒店的事情同样也很着急。赵总，您的经验丰富。市场部这边协助公关部解决一下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们酒店的业绩也要准备做上去，所以这段时间麻烦赵总也辛苦一下。马总，我认为这件事情是谁惹出来的，就应该由谁负责。作为公关部的总监，不是应该解决任何人惹出来的麻烦吗？所以这件事情，刘总的确应该负责。可是。之前您已经让刘总把工作交接给了夏雨晴，那么就意味着他将暂代这个位置。如果您要是因为他是您的心腹就袒护他，恐怕很难服众。夏雨晴只是了解目前工作的进度，并不是暂代。当然，这件事情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所以夏雨晴，这件事情你和刘总一起解决。如果解决不了，你和刘总一起写好辞职信交给我。不是，马总，你马总，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。肯定是有人在陷害我。那个 U 盘是我亲手从于甜甜手里接过来的。你说于甜甜总不能自己害自己吧？不管是不是你，这件事情你都必须解决，无论是为了酒店还是为了你自己。你不是一直号称自己有多聪明吗？怎么了？这么点小伎俩就把你给难住了？不是你的错，是谁的错？尊敬的马总，你这个理论简直流氓的我无法反驳。夏雨欣，我想可能都不需要2个月吧，现在才短短的2个星期都没到，看来这个赌啊，我赢定了。你，好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我就是传说中的背锅侠。周先生你好，我们已经为你们这位新来的马总可真是个大忙人啊！我这个小小的供应商，他是不会放在眼里的。周先生您误会了，我们马总现在在您太太。我太太，你们居然肯定不会把我太太放在眼里。我确实没想到我太太会在这里受到欺负。周先生，我看您是误会了。以你们 GR 现在的状况，我觉得是最适合收购。我作为供应商，应该早点做好准备，提前抽身。我太太呢？请跟我来。怎么样？
咱赶紧找个地方投简历吧。这么严重？早知道他刁难我的时候，我就不跟他计较了。早就听说周宇是个宠妻狂魔，这真是简直是要把酒店给炸了。没想到于甜甜捡了这么一个宝贝，难以置信。甜甜，老公，哎呦，你来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水果。哎，好，就你最贴心了。甜甜在这儿受了欺负，马总，你信不信？我明天就可以让杰儿大换血。周先生，我们其实并没有。我想，我们和杰儿的合作需要慎重的考虑一下。我累了，你也累了吧？那咱们赶快休息。马总，我们需要休息一下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刘冰谈谈。你等等，马总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周宇就是一个可以把于甜甜宠上天的人，要不然于甜甜也不会在酒店这么嚣张。我们要解决周宇，首先要解决于甜甜。我倒想知道，这个于甜甜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当然知道要先解决于甜甜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交给我。我夏雨欣都这么多年没有受过这种气了，他们两个人一定有问题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你觉得你这样去找他就能问出个答案吗？那也不能这么坐以待毙。但是我们现在别但是了，苦海无涯，回头说。什么是你啊？明明就是周宇。可爱啊，你猜我在哪儿啊？我知道你已经到西双版纳了，我看了新闻。这么关心我啊？刘总，没少喝嘛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难处？我知道，你早晚都会来找我。做这一切，不就为了报复我吗？对吧？不错，还不算笨。刘总，你现在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吧？就像当年的我，也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一样。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懂，真是好笑。之前所有被你欺负、利用又丢开的女人，她们选择带着你的秘密离开这里，而我却选择带着你的秘密回来了。你万万没想到吧？于甜甜，我就纳闷，我当初为什么要放过你？是啊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你不要以为在这儿有人罩着你，我就拿你没有办法。我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，我为你可谓是煞费苦心啊。怎么样？股票跌得够多，够惨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可是我觉得还不够惨。
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放过我？放心，牵扯到我老公的利益关系，我是不会拆穿你们的。不过，我会像你当年折磨我一样，来折磨你。你到底要怎么做？道歉啊，跪下来求我，就像我当年一样。让我跪下来求你，让我跟你道歉，你妄想吧你！那咱们就走着瞧。没了这份工作，我就看看你拿什么拯救你赔惨了的股市呢？贱人，你就是个贱人！我发现你真是神了呀！干嘛，夏雨晴？对不起，我发现你简直是神了。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被外星人入侵了？需要我带你去看看吗？夏雨晴啊，要是按照你这种说法的话，杨丽应该明天就会接到你的葬礼请柬。哼，葬礼要什么请柬？说的那么恐怖，你真的一点女人味都没有，你很难嫁出去了。你少跟我贫，什么事？你看啊，按这2个人的仇怨来讲，明天一定是一场血雨腥风。我们能做的呢，就是缩小作战范围。然后呢？于甜甜肯定是想搞一场大的，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你一大早把我叫到刘斌办公室，不是为了请我喝杯咖啡吧？咱们俩的矛盾应该是可以解决得了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背后使坏的小人，咱们俩有仇报仇，不要伤及无辜。这不，我给你找了个安全的地方。你知道的，我是不怕把事情闹大的。我虽然不知道内幕，但是以你现在的身份，不适合把事情闹大。更何况，周先生都还在酒店里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我是在为你着想。当事人随后就到。哎呀，谁来我办公室啊？哈，周太太。马总，你也在这儿。那个，那你们先忙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出去了。既然来了，就把话说清楚再走。你也不想在大堂里下跪吧？于甜甜，这是你们的私事，我们无权过问。不是马总，夏雨晴。我们真的不管？这是人家的私人恩怨，咱们为什么要管？既然是私事，偷听可不光彩。于甜，你干嘛？你给谁打电话？于甜甜，你不是说偷听别人事不光彩吗？那你在这儿？我偷听了吗？我这是在帮他做见证。于甜甜，赵总，这不是赵总吗？没想到您还在这儿呢。周太太，您现在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怎么就这么对待老同事的？那您问问刘斌，刘经理是怎么对待同事的？酒店内部的事情，我们酒店自然会处理，还请周太太高抬贵手。好吧，大家都在，那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把话说清楚。于甜甜，凡事点到为止。你不要忘了，当年你屡次偷窃酒店和客人的钱财，
我是念在你要为你妈妈治病的份上没有报警。我必须要先弄清楚原因。如果刘斌真的做了有损酒店的事情，我不会让他留在酒店的。可是刘斌这么低声下气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所以，我必须要先找于甜甜谈一谈。周太太要走了。还留下来干什么？让你们在我酒里下药吗？没下药。算了，不用解释。我做酒店受气整客人的时候，大哥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。周太太，您能否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如果真的是我们酒店的责任，我一定会让刘斌走的。其实，他走不走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只是想想，我对 JR 是有感情的，毕竟当初我把他当作家一样。马总，你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留下刘斌，都是养虎为患。所以我们才要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，我也不怕告诉你们当年的事情。周太太，我能否问您一句？您到底是看上了钱，还是看上了人啊？很多事情，包括爱情，就和这酒店一样，你永远不知道它对你意味了什么。像这样的事情，我一定不会让它再次在 JR 发生的。马总，你好可爱。马总，我不想打击你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马总，你知道吗？在这家酒店里，就是要有人不断被牺牲，也要有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。不管你做到什么职位，你又是谁，都改变不了这样的生存法则。我明白，但是我也是女人，我只是希望能够尽我所能。马总，酒店的无奈可不仅仅只有这种事。你们知道吗？在 JR 一直有一个传闻，曾经有一名女员工自杀了。
你这次这么坚定的让刘斌走，就说明你一直没有原谅他，还有赵清风，是吧？叔叔您多想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不用否认，作为商人有心计是对的。叔叔的意思是在给刘斌求情吗？不，刘斌这次是太狼狈了，他的行为已经有损酒店形象，他必须走。谢谢叔叔理解。可是刘斌呢，这毕竟是个人行为，虽然当年赵总处理不当，留下了刘斌，但是……我明白的，这件事情跟赵总没什么关系。我本来是不过问酒店的是非的，不过这件事我要啰嗦两句。现在酒店呢正处于特殊时期，不适合有太大的人事变动，尤其是像赵总这样的酒店骨干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明白的，叔叔。而且这件事情真的要特别感谢您，是您帮我说服了周宇。我那只是走了个过场。我听说你约了银行行长吃饭。非常好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谢谢叔叔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加油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我走了。我送送您。没时间想。哎，西来见你可真不容易啊！这楼下的他们跟我讲，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就不让我上来。还好认识我的人有几个，刷点成功。珍珍，我来这里是为了管理酒店，不是来玩的。现在酒店情况不是特别好，我能不能麻烦你在泰国折腾我就算了，来中国了，稍微跟我保持一点点安全距离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就我呢，大概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间。不是陆珍珍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离你近一点呀，这样你好保护我啊。这24小时的记者都盯着我拍，我很没有安全感的。好，陆珍珍，咱们言归正传，你住在这里可以，但咱们必须要约法三章。说来听听吧。第一，不准进入我房间；第二，上班期间不准跟我说话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许给我惹是生非、招惹麻烦，把记者给我引来，听到没有？这引来记者不好吗？哎，据我了解，你现在这个酒店情况可不太好啊。这引来点记者，增加点曝光度，多好啊！我不需要用招黑来给我的酒店增加曝光度。好吧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哎，我只是跟你客气一下啊。可是我不用跟你客气啊。过一段时间，你要为我的酒店代言。什么？可爱，咱俩才多久没见啊？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么唯利是图的商人了？哎，我可是你好姐妹啊，你怎么还能利用我呢？好姐妹？啊，对，在你抢走我男朋友之前呢，我们确实是好姐妹。不过现在要说我们之间非得有什么关系的话，我觉得还必须得用利益来维持一下了吧？不然的话，恐怕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跟抢走闺蜜男朋友的人做朋友。怎么样，干不干？哟，你那么记仇啊？你好吧，你呢说了4个条件，我只有1个条件，公平吧？说。我现在还没想好呢。不过呢，你得让我开心点儿。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份神秘大礼啊？这我要高兴呢，我就给你看；要是我不高兴啊，我也不想要知道。你可别把话说得太绝了。我敢保证，我这份神秘大礼啊，大到让你无法拒绝。马总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开房啊。
晚上好，先生，这是您的房卡，祝您入住愉快。谢谢。不要！太恶心了！喂，马总，你把这个离我远点！马总，你要真这么虐待我，你不如直接送我也就算了，太恶心，拿走。有道理啊！揍我这是，揍你！我的小胳膊！怎么了？就这么2下就不行了？马总，你要真想揍我，你干嘛非得来这个酒店？在咱们酒店也可以揍啊！这不是你常说的吗？知己知彼。再说了，我也要知道我助理是不是一个绣花枕头啊？马总，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啊，你得跟男生保持点安全距离，这是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。我保持了呀，喏。再说了，我这是信任你的表现。你好像是个有故事的人物。就算我有故事，咱俩也没到可以说故事的时候。切，真小气！故事谁没有啊？马总，你说你跟陆真真，你们俩是闺蜜？对不起，那个我不知道你男朋友是不是？陆真真，她曾经确实是我最好的闺蜜，可以说是我悲哀童年里唯一的朋友。天知道她对我有多重要，我真的愿意把我的一切都跟她分享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她想要分享的却是我生命中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人，我的男朋友。马总，你别这样，我这个人最不会的就是哄女孩开心。那个你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干嘛呀？要是杨丽在就好了。等等，孙茜给我总结的那些偶像剧里都是怎么做的来着？对了，摸头杀、额头杀、壁咚杀，什么来着？不管了，拼了！你干嘛？啊，不是，那个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马总，那个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听我说，哎，不是马总，你听我说，马总，哎，马总，夏雨行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脑子里一天到晚想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给我穿起来。丑。在第一次遇见你，
我还装得很聪明，虽然心灵有些感应，也放弃。忽然我变得担心，留下匆忙的脚印，半辈子孤独的旅行，却碰到你，不可思议。这事儿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怎么还是愁眉苦脸的？现在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吗？问你个私人问题啊，你有没有那种特别舍不得又不得不放下的人啊？放下并不代表着忘记，而且美好的回忆都是属于你的。反正啊，这人得往前看。是啊，人活着就要向前看。任斌，没有了你的保护，你是不是也会希望看到更加勇敢、更加自信的我？周总，感谢您对我们家的支持和信任。马总不必谢我，要谢就谢我太太吧。你看你干嘛一直板着脸？你都给马总吓坏了。对，我太太一直让我跟你道歉，说那天我太没风度了。没关系，我们都能理解的。您是担心太太吗？对了，周先生，我能否和您太太单独聊两句？